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2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8.07，收盘价是278.3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8.64，最低价是在256.3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 1.69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7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多头趋势转变的强度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2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横盘后的向上突破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上行，站上了20日均线值，上方呢是在280附近遇到了压力，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顶部。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这说明也就是说继前一个交易日生成的这根宣示上涨的 K 线之后，再次生成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么出现这样的走势说明日后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那如果股价目前继续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站上304，也就是3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好，当然在这个之后呢，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上方的367。那么站上这两个位置呢，就是要瓦解目前特斯拉股价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好，那么我们会看到，如果这个空头趋势被瓦解呢，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那我们再来回到 K 线信息，我们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生成的是实体长绿 K 线。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继续生成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么将会形成一个连3绿的 K 线组合架构。那一旦这样的 K 线组合架构生成呢，那么这3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在234，将会成为日后股价的强支撑。那么一旦出现连3绿我们也会看到，那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瓦解目前的空头趋势，也就是说一旦出现连3绿，应该是能够站上304这个位置的。好，那么但是我们再来给出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不能够出现连3绿，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抱有大量的实体长绿 K 线。假如第3个交易日没有多头力量的继续推动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回档的走势。那回档的走势呢，我们认为有2个，一个是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红 K， 另外一个可能呢是就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到达304之前，在这个位置会生成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对于目前 K 线信息的解读，股价是要继续上涨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回档。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255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40附近。而实际在3月24日收盘价是在278.39，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是在点位上相差较大呢，同时收盘价的性质也不同，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虽然我们也是判断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但是呢实际我们会看到跳空的高开盘已经就在我们的原来预测的反弹的收盘价的上方了。好，性质也不同，因为我们预测的在255呢是没有站上20日均线值的，而实际我们会发现它不仅站上20日均线值，同时也站上了我们自己定义的这条上行趋势线。好，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3月2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04。站上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特斯拉股价自历史最高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所以说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了，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继续有多头力量推动，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成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么我们认为在日后股价是很容易能够站上304的。因为一旦出现连三绿后续一定会继续上涨，或者说是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所以我们认为目前股价这样的一波反弹，我们认为在300关口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强压力。那同时我们也回到这个目标，也就是在到达304之前，我们认为目前的强支撑强压力是300关口。同时还有一个位置，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在3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85附近。因为这根十字线我们也会看到它也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所以285和300关口将是股价在到达304之前的强压力。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367，然后是420。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现在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因为股价在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波下跌之后出现了横盘，然后呢从3月18日或者3月19日之后，股价开始横盘，是一根可以说是在3月19日，这是一根齐涨的 K 线，然后呢3月21日这是一根突破的 K 线，也就是站上了前高，也突破了前面这两根，也就是3月19日和3月18日这两个 K 线定义的横盘区域，然后在3月24日又形成了一个突破。好，那么目前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想把它定在217这个位置。好，那么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它和222，也就是3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相接近，所以呢，我们把第一个目标就定在217。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我们把它定在182。好，那么我们先来说股价在到达要想跌破217这个第一个目标，目前有这样几个强支撑，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首先，在3月24日这根抱有大量的实体长绿 K 线，它的最低，也就是在256，还有就是3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34，那么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在到达217之前的强支撑。那么这两个位置一旦被跌破，我们不认为222是支撑，因为在这两根绿 K 抱有这样大的成交量，一旦跌破了它们的最低，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测试217的。所以我们把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定在217。217啊，这是空头一定要努力到达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不能够被跌破的话，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延续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继续下行。所以说，这是空头的第一个目标。那么经历这一波强势的反弹，股价再次跌破217的话，那么这个212将不会成为它的目标，这仅仅是一个支撑位。那217如果被跌破，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82，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139。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的目标的说明。对。那么我们再来看3月25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3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249、250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在3月24日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3月25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我们要关注277。好，277呢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K 线和这条上行趋势线的交点。那么这条上行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我们会看到，之前一度是跌破了这条趋势线，但是呢，股价并没有跌破212，所以这样一个多头趋势呢，并没有被瓦解。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删除这条趋势线。然后目前股价经过了横盘之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这个大幅的反弹，然后呢，在3月24日又重新站上了这条趋势线。因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我们认为股价如果能够在这条趋势线上方运行，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在经历这两根上涨之后，然后呢，股价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回档。那么如果出现回档呢，那么盘中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在277下方运行。好，这是我们关注277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0%的多头仓位，分别是我们在3月19日收盘价5%建仓，然后在3月21日收盘价5%加仓，一共是10%。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位是在242附近。那么这个仓位到了3月24日，收盘价在278.39，那么我们继续5%加仓，这样一来，我们的仓位将会到达15%，而成本位呢将会到达254这个位置。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要给出目前已经是在盈利的一个位置。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停利的位置我们守3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56，然后止损位我们给出两个，一个是234，另外一个是222。
好，这是对于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好，我们再补充说明，那如果在3月19日没有建仓，我们在3月24日收盘的时候也给出了初次建仓的建议，5%进场，止损呢是守234。那么到了3月24日可以继续5%加仓，那这样一来，这个仓位会达到10%。那对于这个仓位呢，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就是234，也就是跌破234，那么这个10%的仓位应该是即可止损出场。好，那么如果之前一直没有建仓，那么到了3月24日收盘价在278.39，在这个位置可以5%进场做多。那如果在这个地方进场呢，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是守3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56。好，那么我们把之前的这几个仓位都做了描述。那么在后续的视频当中呢，如果股价继续上行，可能我们不会对于每个多头仓位都去跟进，我们只对目前我们在3月19日初次建仓的这15%的多头仓位，我们是一直持续跟进，一直到止损出场。对，获利。在这里我们想补充说明一下，在技术上我们给出的操作建议，我们通常都是跟踪到这个仓位直到止损为止，获利是每一个点位，只要是这个股价超过成本价，那么我们是可以随时获利出场的。但是这个获利出场呢，我们不会给出建议。好，那么这是多头，对。然后呢，我们再补充说明，就是在后续过程当中，如果股价继续上行，每一次我们加仓的位置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在今后的说明当中，也不会再重复说明。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其实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我们认为是从285一直到304，在这个区域，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56，就是要跌破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来瓦解这一个强势的反弹。对，同时这个位置呢也是20日均线值，在3月25日也会到达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空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2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285，第二个压力位是300到304。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一个整数关口350，第四个压力位是367。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58附近，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3到256之间，在这个区域它正好涵盖这个缺口。那么第三个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48附近。第四个支撑就是234。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那么如果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或者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85，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267，收盘价会收在269附近。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
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8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如果继续上涨，那么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5，上方最高会到达291，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85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继续的上涨，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2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